第一个时间说要让利，第一个领导人特质，一个超严重的南北对立的派系，一个军队就像个独立存在难以控制的状态，然后一个公安部起家特务身份的头子，他需要被外国大佬认证，美国也好，中国也罢，俄罗斯更棒。但是今天有趣了，俄国的衰弱，美国自行退却，所以来看就是中国。与其说美国的关税乱局，事实上是别开生面的重新建构一个符合自己的世界架构。远亲近邻，由内而外，搞定越南是首要目标，基本上就是深化整合整个东南亚，目的是对抗美国这一次来的乱局，所以形式上对等，实质上大哥跟小弟，这就是新天下观。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近平总共要去越南、马来西亚跟柬埔寨。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即中越人文交流年，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那为什么先去越南，接着去马来西亚，最后去柬埔寨？这个安排也是有它很深刻的逻辑。但越南领导人是这一位苏林他是越共中公安部上来的，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导人。过去苏林他对于西方来讲，相对是一个被排斥的一个角色，但是他的特殊性在于哪里呢？因为越南长期以来有所谓的南北之争。越南过去呢，在南北分治的时候呢，南方有大量的所谓的越共的渗透，但这个越共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意义上以为的北方的越共而已事实上它就是呢，在南越地区，尤其在哪里呢？就是这一块这个就是南越的核心区嘛，这是北越核心区嘛当时大家在那边推线嘛，然后辽国这边有所谓的胡志明小道嘛到柬埔寨这边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了美国撤军，南越瓦解，所以南北越合并之后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个状况，就是南越这里他们也有极强的自主性，因为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并不单纯是北越从北边推线的结果，而是南越这种大量的地下共党组织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合并的过程，导致的结果是越南长期以来出现南北两派。过去越南这个国家它有所谓的4驾马车就是说它有4个很重要的领导职位，它这个4个是有一点分立，但是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位阶的高低。整体来讲，越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种集体领导性跟内部的斗争属性是比较强的，但它的斗争又跟中共不一样，中共的斗争是比较惨烈的，而苏林呢，他本身公安部上来之后，他以肃贪闻名，所以呢，他把南的北的都抓了个遍。那基于这样呢，他不断的壮大，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呢，越南就会出现一个特色就是苏林他跟军队的渊源又不够深，可是呢，他又牢牢的掌握了上层的一个人事派令。然后呢，因为南方的贪腐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越南南方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以前的小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它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大家就注意越南是这样，北边的越南政治属性强一点，南边的越南经济属性强一点，再加上统一的先后，南越这里还是有大量前南越政府的相关人士跟其后裔的存在。那这样的特色的情况之下，这就导致苏林跟他前面的领导人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因为呢，以前南方派相对来讲比较亲美，因为经济还有这个在地人文化。你说那不是南方越南这些共产党也是推翻这个怎么还会这样没有，因为钱很香嘛，大家也要发展经济嘛，而且越南的共产统治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落实到底。再来呢，北方呢政治属性比较强，过去相对比较亲苏亲俄，可是这几年出现一个变化是什么？第一个，北方的大佬也就是苏林的前面那个领导人呢过世，另外南方的大佬被抓了差不多了，然后另外呢，俄罗斯忙着打俄乌战争，传统老大哥不在，所以过去越南推行的叫竹子外交，就像一根竹子一样，挺直而竭力，但是又极富弯曲的属性，意指说越南的独立外交属性，但是呢又能屈能伸能弯能折而不会断裂，所以逻辑上本来是这个样子。但是苏林上来之后遇到最大的困境就在这里，他不为西方所喜，他的竹子外交的属性呢又少了军队支撑的底气，然后呢他本身又是靠抓贪腐出身，所以又得罪南北两边很多的要人。那结果是什么呢？那请问苏林找谁靠呢？这就是为什么苏林上台之后，中越关系不能说立刻快速的推进，因为推得太快也会导致内部派系的危机意识，但是呢确实不断在拉近当中。所以习近平这一次是来回访越南，是来给苏林盖上一个官字印记，这个做法
非常的中国传统的天朝体制。因为在明朝除了成祖时期之外，基本上朱元璋是把越南列为不争之国啊，是不能去打的。所以越南的国王呢，在不管是明朝或者是后来的清朝皇帝那边是有名册的，越南国王是接受中原皇帝加封的。所以从大史观的角度来看，当中国逐步的崛起，它慢慢的回到了它在历史上传统的一个逻辑跟定位，以及中国不会去侵略这些小兄弟，他也没兴趣，就形成了一个所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朝贡的系统。那这个朝贡的系统里面，它的重点是我是大哥，我维护秩序，但我得大方，必须掌握这个3大原则。所以越南呢，之前还被传出说对美国全面性的跪趴让利，对不对？看起来是如此，但很明显的是它是多步作为的，它还是延续了部分它之前阻止外交的内容，但是呢，跟阻止外交我认为有一定程度的本质性的变化，就是阻止外交更强调自立，但今天的越南在中美2大国的压迫之下，还有呢它传统的远邻但是是它的主心支撑者俄国的示威之下，它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姿态上的调整。那再加上苏林这个领导人的特殊属性，他属于公安部起家，他没有军队的澳元，他也没有两北两派的支持，他有的是透过他的公安部来掌控全局，用特务机构掌控全局。所以在这样的整个的盘势之下，为什么习近平选择在关税海啸、关税核弹之后第一个出访选择越南？他有他的一个政治跟历史的整体的一个背景，而这里面所带来的整个国际秩序的递迁，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美国所代表的20世纪帝国主义，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我常讲叫第3波帝国主义。旧帝国主义，西班牙、葡萄牙到一部分的荷兰；新帝国主义，英国、法国，还有当时的列强，包含在19世纪末加入帝国主义赛局的德国、意大利、美国、俄罗斯、日本，包括这些国家，这在19世纪末期加入的。第3波帝国主义就是我一直讲的美苏2大帝国，即共产帝国跟资本帝国2大帝国。简单来讲，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秩序的产生，因为原本的美苏2大帝国对峙，苏联崩了之后，俄罗斯顶不住，中国崛起了，但中国无意填补俄罗斯的位置，因为中国不是俄罗斯，中国也不跟欧洲接壤，所以中国威胁不到欧洲，中国跟欧洲在108000里之外，中国跟美国也没有接壤。为什么？因为中国跟美国跨了一个10000公里的大洋，中国只是在亚洲，它作为一个据地称雄，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大国。We are very disappointed by the US move. 所以事实上大家要理解到的就是，当新加坡这个小国都敢开第一枪的时候，你可以见得说整个东南亚的一个风向是什么样。新加坡就是东南亚的风向标。当有一个领导人任性妄自为之自我以为，闭门造车，那他终将被历史的大棒给教训。只是可悲的是领导人付出代价，还是他的人民付出代价？差别就在这里。新加坡敢当ASEAN 10国之先，代表整个风向的剧烈变化，而当美国秩序自行的解体瓦解，连新加坡他都要收10%关税的时候，那一股愤怒，东协10国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中国。越南第一个跪，为什么？因为它作为中国最大的转口地，也就是美国最 care 的习产地，它希望透过死跪的方式，让美国可以不计较它的习产地，因为这是越南的经济命脉啊。可是看起来美国是并不完全领情的，所以因此呢，你可以看得到越南做了很多的调整首先呢，见面是加强科技领域的这个全面性的合作之外呢，中国也给越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想法。不仅在关税战当中呢，我丝毫不相让。今天传出的最新消息中国直接下令国内航空停止接收波音飞机既然你要玩，那他就玩大的。与此同时呢，越南是如何投桃报李？越南颁布法令，引进中国客机为国内航线服役，这就是一个很现实、很实际的。所以我们讲历史，我们也要讲实际的经济问题，也要讲数字问题。
它有很多的很有趣的一些很实质的反映出来了，知道大国要什么。那从这几个脉络角度，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大方向的转向，也就是中越要结束中越在南海的竞争，结束对抗的历史，要来进行关系不仅是正常化、紧密化，并且要来推进经济的整合。我不是吹，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接下来大家等着看，除非有意外。不过大体来讲，苏林非常需要习近平，所以就像台湾跟中国大陆在民进党的推进上，两边非常不好，至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在官方形态上非常不好。可是为什么两岸断不了？因为经济脉络它是自然的一种运行的规律，它很难被中断。再来呢？为什么第二个去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是中国10大贸易伙伴排名第8名，而且中马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来说非常平衡，每年的贸易逆差不过就是90亿美元。对中国来讲，每年少90亿，可是事实上对马来西亚每年有90亿美元的外贸收益，那是很大一笔数字啊。所以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很好的拼图，因为它跟中国没有直接性的地缘冲突。它过去之所以跟中国不好的核心逻辑是所谓第三波帝国主义逻辑，因为马来西亚是前英国殖民地，特色是它必然跟所谓的五眼联盟接近，所以美国闹事，马来西亚很容易加一啊。那另外呢，马来西亚有大量的华人在马来西亚里面呢有强烈的经济导向属性，他们的经济实力很强大，政治实力衰弱。传统上马来西亚的排华，它是因为英国殖民的遗绪，因为英国在这边搞分化殖民嘛，前期拉华人，后期拉马来人等等的这种做法，内部分化殖民。另外就是对于内部辅助失去自我政权的一种焦虑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这几年透过一个更大的框架，也就是所谓的东协加中国的这个逻辑，慢慢的其实马来西亚在整个的区域分工里面分到了一杯羹嘛。然后呢，看隔壁新加坡飞黄腾达，以华人为首，马来西亚过去内部乌人统治集团，也就是马来西亚土著统治集团是敌视华人的，或者是压制华人的那个想法呢，慢慢的把华人这个属性变成马来西亚某种程度的政治资产，它对接中国方便嘛。所以从这样的逻辑的转换，然后呢，实体上它也享受到中国的崛起的方便好处。那再加上你看它跟中国之间呢有大量的转口贸易啊，各种贸易相对来说又比较平衡。然后呢，马来西亚跟中国又没有南海问题，不像越南有更紧张的历史文化背景状况。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有政治的、有文化的、有种族的、有民族的各个层次上的布局跟变化，但是马来西亚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象征，基本上就是深化整合整个东南亚，目的是什么？对抗美国这一次来的乱局嘛。那最后要去柬埔寨，因为柬埔寨最近跟中国有一个海军基地啊，叫做云壤海军基地，这是中国第2个境外海军基地。第一个呢，在非洲的吉布地有一个海军保障基地。柬埔寨跟中国又更好玩了，历史上柬埔寨非常讨厌越南，也很不喜欢泰国，因为受到越南跟泰国的双向夹杀，所以当柬埔寨在当代呢自我逐渐独立之后呢，它就更加的靠拢上中国。所以习近平的选择是什么？就是又回到了传统的逻辑。当中国发现美国在全球秩序当中加速退行的时候，它的具体做法是什么？把每一个国家跟中国之间的历史关系脉络、地缘政治、经济等各种方面的合作，制定各自的一个办法，然后在这所有的脉络里面找出一个两国之间的平衡点。但是它所借鉴的很多是参考了近代以前所谓的朝贡体制，但这个朝贡体制去除了不平等，加强了对等上的合作，但是实质上是老大。但中国希望跟你建立稳固长久的友谊，如果真把你当小弟，那抱歉，你得去中国朝贡他。你看美国怎么对待？所以形式上对等，实质上大哥跟小弟，这就是现代版的，我把它称之为新天下观。